欢迎各位来到《奇葩说》。欢迎我们今天的男神，电影《麻烦家族》的导演黄磊，黄老师，欢迎。黄老师来节目圈粉无数，来的时候就带着光芒来的。我们节目的很多的女编导，她们统一要求不要透露她们的姓名，她们名字分别是王雪、李楠楠、怎么了？她们露出了憨厚的笑容。她们说黄老师聪明、顾家，又有趣，烧得一手好菜，可以毫不客气地说最想嫁男人第1名。是的。然而他们同时又说，他们最想的男明星，分别有阮经天啊、彭于晏啊、赵又廷啊。喜欢。还谁？啊？喜欢是谁？喜欢。还有个叫喜欢的没听说过。作为一个睡过黄老师的人但我们俩最近一直睡在一起。我们因为《向往的生活》这个节目睡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怎么说呢？从夏天睡到冬天。他真的是我人生当中出现过唯一一个把秒睡可以真实完成的。我给大家形容一下是怎么回事。我们《向往的生活》录了1天之后，他说：“哎呦，我躺下了，就在我真的这么近，就这么近。”他说：“囧儿，今儿挺累的。”我说：“是啊，黄老师早点休息吧。”我真的，当事人自己可以说，我有一点夸张吗？黄老师确实没什么功夫，因为沾床就着了，没功夫，所以毫无互动在床上。这个好。黄老师是录《向往的生活》类，还是导《麻烦家族》类？录《向往的生活》类。《麻烦家族》说导的过程是很愉快、很轻松的吗？因为拍戏那个工作吧，它中间还有那个松弛下来的时候，它不像录这个真人秀节目，它一直在这拍。后来拍你也忘了，但是他一会儿就得有人就说我饿了要吃东西，然后一会儿就有人说要吃东西，所以特别要命。你们2个人在吃什么呢？不知道。这是米味小卖部的好厉害薯条。你倒是挺客气的，我不问你就不自己讲，我还得陪你演。能不能正经做点植入？抛出来搞事情的小米黑科技手机，独家冠名我们的奇葩说。同时，我们感谢奶后土真言的纯真酸牛奶联合赞助播出。我们首先要跟所有现场的观众来分享一下，今天我们的辩题是什么？来，请看。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一种情况，走在马路上，有人为付不起药费的家庭募捐；刷朋友圈、微博，有人为交不起学费的孩子募捐。然而过了2天，媒体报道他们还没有到家徒四壁、穷得铃儿响叮当的地步。有的甚至还有房有车，比我条件好得多，根本谈不上走投无路，我却把自己省吃俭用的零花钱都捐出去了。Excuse me， 有人说捐了真是蠢，他们明明有手有脚还有家底，你乱捐钱就是助长这种不劳而获的行为，纵容这种坐享其成的心态，就是这些人让真正走投无路的人得不到应有的帮助，这不是蠢是什么呢？但是有人觉得捐款就是善心的表现，帮助别人这么纯粹的一件事情，为什么要计较它有没有路呢？我自己的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那么给走投还有路的人捐款，我是不是蠢呢？星星争夺战，本赛段每场比赛结束后，获胜队得奖金，导师和嘉宾从获胜队选出一位表现更可爱的奇葩，送上加1分的荣耀黄星星；从落败队选出一位表现不够可爱的奇葩，送上减1分的羞羞黑星星。赛段结束后，星星积分榜排名前4位的奇葩和导师商议选出的另外4位奇葩进入决赛赛段。我们今天要打给走投还有路的人捐款。我们这一方不是想吗？捐款总应该捐给有需要的人。是。但如果让我想要捐款，捐东西给建标的话，捐钱我觉得他不需要，他可能需要一个女朋友。不管，反正你给我钱，我都是欢迎的。嘘寒问暖，不如打笔巨款。请看荧幕上我的账号户口，欢迎捐款。我靠，这也能卖出去的咸鱼 APP， 以及玩的不够大，别喝美年达的美年达果味汽水的大力支持。给走投还有路的人捐款，我是不是蠢？康永哥说蠢。全力用下他的小米黑科技手机，告诉我们他今天是反方，就不蠢。那么在2位下凡之前，我们也请观众们来投票，你们觉得到底给走投还有路的人捐款
是蠢还是不蠢？觉得蠢的按红色，觉得不蠢按蓝色，请选择。3、2、1，停。有55位值正方，有45位值反方。那么，我们也听听看不下凡的2位导师，也就是马东东和我们罗老师。罗老师，您的观点是？不蠢啊，我就捐过呀。然后呢？然后觉得我自己挺伟大的呀。我消费了一把我自己感觉良好的情绪，我为此买单。至于他给谁了，我管不着，我也不关心。这是他的观点啊。马东东啊，蠢。我们就是蠢，怎么着吧？蠢就说不出话来呀，就是蠢呐，说得出话来就聪明了。马老师可能说尽量先不说任何的理由，免得会重复等下辩手的观点。但黄老师，你没有这压力，我没这压力啊？你觉得呢？我觉得啊，你要是非要去知道给谁，你就是蠢。但是呢，如果你不在乎这个，其实这事儿也不蠢，因为呢，坦白讲，你到底这事儿做了是为具体哪个人，还是就你自己心态，可能是俩事儿。对个人来讲，我认为是有点蠢的，明明他还有这个，对吧？但你要是对一个机构，你就不蠢，因为你确实不知道机构是怎么弄的。你说的是哪个机构？说的是那个对啊。哎，来，老师下凡，欢迎。反方的一辩是谁？哦，来，凯瑞，加油！哎，你的绷带开了啊？他以为绷带是在那儿。说的是你绣的那绳儿。没有，因为我现在心情比较的沉重。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这个人啊，特别抠搜，我特别在意钱，所以一旦跟钱扯上关系的时候呢，我觉得不太好说。我们就把捐款这个事儿啊，换一个词儿，叫做帮忙。其实捐款就是给别人帮忙嘛，对吧？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最直接的方式。但是我今天想要说的一个重点的问题是什么？是什么叫做走头还有路？我用一个特别生活化的例子来证明一下啊。大家都知道我跟大王是室友，啊，作为一个还没有绝经的女性，我认真说，这是一个前提条件。所以她每个月呢都会有那么几天身体不舒服的时候。而且大量的女性朋友，你们一定都会有过痛经的一个体验吧？这个时候，如果你男朋友在身边，你肯定会说你帮我个忙。可是他呢，孤家寡人的一个，只有我在他身边，他经常会说：“老刘啊，我今天特别难受，你能不能帮我倒一杯红糖水？”很正常的一件事儿嘛。可是，亲爱的朋友们，在此时此刻，我得好好的审视一下这个问题了，他是不是走投无路了？对啊，因为他如果没有走投无路的时候，我帮他这个忙，我就是个蠢货啊。这时候我要回头去看一看，大王，你虽然痛经很难受，那你可不可以忍着痛自己走过去？大王说：“我痛得不行了。”哎呀妈呀，那么有画面感，我的妈呀！他说：“我痛得不行了，我站都站不起来，站不起来。”那你可不可以自己爬过去？他说不，老刘，我站不起来，我也爬不起来，我没有任何的力气。那你就不要喝水，忍一忍嘛。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此时此刻的大王只有一种情况下是走投无路，那就是如果我不去帮他倒这一杯红糖水，我回头的瞬间，他已经在我背后血崩而亡。太吓人了，吓死了！但是你们发现了吗？当我证明他这个时候真的走投无路的时候，我倒回这杯红糖水，我只有自己慢慢的品饮它了。不是应该洒在地上吗？前几天啊，我看到一个新闻，这个新闻是这么写的，说有一个靠助学金存活的学生，他勤勤恳恳的学习，直到有一天呢，他穿了一双耐克鞋到学校里面被老师发现了，所以呢就收回了他的助学金。给我气坏了这条新闻呐！大家想一想啊，如果按照这条新闻上面的逻辑来说的话，老师在那个时候发现了这位同学当时变成了走投无路的人，变成了走投有路的人，因为他可以买一双耐克鞋了。
一双耐克鞋是不是就证明他是当时走投有路？我的生活条件似乎变得不是那么的凄惨了。正是因为你们的这些理论，让这个孩子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助学金。可是，谁知道这个鞋子是真的还是假的呢？谁知道这个鞋子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谁知道这个鞋子是不是他自己买的呢？有的时候，表面的这些东西，是不是真的就注定了他是一个走投有路的人？我这人挺闲的。有的时候我在网上啊，经常到处乱翻，我就看，哎，突然间刷朋友圈看到有些那个求助的信息，我就点进去看一看，大概经过我的大脑判断，我就会捐个10块、20块、50块、100块的，就是一个基本的捐款嘛。有那么几次吧，就突然间发现，第二天媒体就曝光出来说这个事件是假的。你说这个时候我蠢不蠢？蠢，不仅蠢，很蠢，简直就是一个傻。但是这个傻是我吗？不是善良的我，不是善良的你们，是他，是那一个在消费我们善良的那个人。他用我们的善良，让我们给他捐了一些款，筹到了一些钱。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担心，是不是因为我们善良，我们会被别人觉得我们伪善，觉得我们是一个泛爱的滥爱的人，所以下次我们就不再善良了。可是这样的循环过来，早晚有一天，我们也会被这样的一种恐惧给震慑到，我们就不敢做那个可能会让别人觉得我们是蠢货的人。相信现在所有不管按红灯的还是按蓝灯的朋友，你们都一定有过帮助别人的时候。帮助别人的那一个瞬间，我们真的是去判断了一下他是不是走投无路了吗？好像不是的。我有的时候觉得我帮助别人就是那一瞬间，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理由，那就是我乐意，对吗？我觉得我心里面不忍，就是不忍这2个字，我选择出手相助。有的时候啊，当有些人把走投无路当作你要出手相助的前提的时候，可能走投有路、走投无路这个前提，就变成了你不愿意出手相助的一个小小的理由。谢谢大家。其实我觉得刘凯瑞讲完，我才懂了黄老师刚刚说的那个意思，就是不是帮助别人的人蠢，而是帮助了别人还去纠结这个人是不是走投有路没路的人蠢。对，我才明白你这话的意思。哦，好，那到我们正方的一边了，来，我们的马建岳。我要说一件事情，就是那个喝红糖那个，我叫大王。对，大王，你这个是帮助他，是乐于助人，是对的。但是你们不要被误导了，钱是每个人都需要的东西，对吧？我捐钱给你，等于把我的命送给你了。不是，你们不要笑，是真的。对于我来说，你说录《奇葩说》这个节目，我每期都要换裙子，就是要花钱呐。但是，我有赞助了，现在。当我在觉得我自己走投无路的时候，其实我是有路的，我可以去拉赞助。这个题其实很难，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有点高，但是我把它压到我的生活里面来说。对，压到我的生活来说嘛，就是我。你们看过我奇葩大会那个嘛？你就还是知道我。虽然我们老板有钱，但是我们不一定是有钱的。就很多人就说我很穷，然后他们就跟我说要给我捐钱，捐款，就是叫我把支付宝给他们，给我打钱，但是我是不会收的。这是为什么呢？这是真的事情吗？是，他们就私信我说你的支付宝是多少？你真的太可怜了，我一定要给你捐款。他们是不是以为奇葩大会是个乞讨类的节目？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是高兴的，因为我确实穷，但是我不能收。为什么？因为我走投有路，我就是一个走投有路的人。你不要说我可能只是一个21的人，但是我有很多办法可以去赚钱。我从初中开始就赚钱，摆地摊我摆过，我还自己开过女仆咖啡厅。什么咖啡厅？女仆咖啡厅。就大家都穿成她那个样子，头上戴一个那个花边，对。然后虽然就很便宜嘛，就40块钱一天的工资，但这也是钱呐。我有40块钱，我也是可以用的，我就不是走投无路了，我就是走投有路。还有，我也会上闲鱼。我说这不是广告，真的不是广告，是我真的有闲鱼。我刚刚上场之前我还看了，我在闲鱼上一共赚了1738块钱。哎，你卖了什么？在
我就是卖衣服。每当我觉得我自己可能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就打开我的衣橱看一下有什么东西能够卖。哇塞，你的衣服都这样，也卖得出去？哎，人家在赞助哎，你干嘛？我是那种以小击多的。可能我的衣服我买成100块钱嘛，我就打折，就10块钱一件卖嘛。那我卖了1700多，我也是卖了很多很多件的。那说明170多件卖了，卖光了这。对呀，苦的日子很多。在这种情况下，我走投有路，我收下这份钱，我是不是昧着良心做这个事情呢？我叫什么？我叫骗子。你明明知道我是骗子，你还要捐钱送命给我，你是不是傻？辩题是蠢，你是不是蠢？对呀，你就是蠢呐！所以我绝对不会接受我的粉丝给我打钱，因为这是昧着良心的。我骗了他们，我就会掉粉，对吧？我以为会有多大的事，我以为会吓死我了，先打我雷轰的，就是掉不掉，这么严重是？确实会。我好不容易才长起来的，我要是因为说了，现在长的，因为你之前来的是13个嘛，对不对？现在有多少了？我之前是有2万的假的嘛，但是现在我有16万了，但是除开2万假的，我现在有14万真的。哦，好棒！对啊，那都说的这么清楚了，就是蠢呗，蠢。没了，就是蠢，不准是。好可爱。来，这边谁来？我。董卿，好来。加油！我觉得马建岳太可爱了，我真的不太想那个反驳他，但是就坐下吧。但是他其实刚刚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如果你觉得自己走头还有路，那你就别求助。一个人走头还有路，是不是要求助的？我觉得是另一道辩题。所以我们今天要聊的是，如果一个人走头还有路，但是他发出了求助的信号，我帮了他，我蠢不蠢？好，我觉得不蠢。为什么呢？如果我们按照对方的标准，我们认为给走头还有路的人捐款挺蠢的，那我们为了避免当一个蠢货，我们就得去给那些走投无路的人捐款。这件事儿，如果我们换一个立场，我们站在求助者的立场来看，会变成什么？当我发出求助信号的时候，在求助这件事儿上，我的路越少，我就越有优势。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这些求助者，他有时候不得不比惨。我以前做过很多求助类的稿件，有一次我印象很深刻，是我采访一个小男孩，他妈妈得了癌症，所以家里的积蓄都拿去治病了，那这个小男孩就没有了学费。我们当时做这组稿子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能给他捐一些学费和生活费。采访的过程中，我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小朋友，你最喜欢吃什么菜呀？”他说：“我喜欢吃黄瓜和胡萝卜。”我说：“你为什么喜欢吃这些菜呀？”他说：“没有为什么，我就是喜欢吃。”我当时觉得这个孩子太耿直、太可爱了，我觉得这段采访非常好，很体现他天真烂漫的性格。结果后来那个摄像老师他就把我拉到一边，他是一位从事新闻摄像很多年的前辈，他把我拉到一边，他说：“董娟，你待会回去做稿子的时候啊，这一段采访不要用。”我说：“为什么呀？这很体现这个孩子的性格。”他说：“不，他说如果这个孩子在你问他为什么喜欢吃黄瓜和胡萝卜的时候，他说因为妈妈买不起肉，只买得起黄瓜和胡萝卜，那这就是一个很好的采访。”后来我才了解到，其实我们在做求助类稿件的时候，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是有一些技巧的。比如说我们拍摄空镜头的时候，我们得去拍这个房子的角落，黑漆漆的墙角啦，裂了印子的桌面啦，简陋的剩菜剩饭啦。如果这4道菜里有2道菜分别是榨菜和咸菜的话，这个画面就非常棒，很适合用在稿子里。在采访的时候，我们除了问他你有什么困难，你家里花销多少，你现在需要什么帮助之外，我们还得问那些小朋友，你喜欢去游乐园吗？没有新书包上学，你会不会不开心啊？没有新衣服穿，同学们会笑话你吗？当我熟练地掌握了这些技巧之后，我做回的求助类稿件一旦播出，就会收到大量热心市民的来电，他们都想帮助我的主人公。这个时候我作为一个报道者，其实我应该挺欣慰的，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就有点难受，我总觉得有点拧巴。我一直在想，我这个拧巴到底是什么呢？
我后来觉得我这个拧巴可能就是我为什么一定要用渲染的技巧？我不是一个客观的呈现者吗？我不是应该就呈现这个人遇到困难了，困难是什么，需要什么帮助就行了吗？为什么我要去渲染他的苦难？为什么我要去渲染他惨？因为我要给大家一个暗示，暗示这个求助的人他过得不如我们，这样才会有更多的人，他出于你不如我，那我就帮你一把的同情心去给他捐款。可是事情应该只有这样吗？我觉得不是的。我们帮一个人真的只能出于居高临下的同情心吗？能不能是出于咱俩是在一个平面上，咱俩是平等的，可能你过得还比我好一点，比我高一点，但是你现在遇到困难了，那我就给你搭把手帮你一下。谁没有遇到困难的时候？今天对方为什么说，如果我们给一个人捐款了，然后我发现他没有到绝路上，他走头还有路，那我就蠢。因为当我发现他走头还有路的时候，我的优越感好像少了，甚至没有了。这时候我特别不开心，我觉得我被骗了，于是我觉得我蠢。我觉得这个理路非常奇怪。好。我其实不觉得那些求助的时候要说自己很不容易的人，他们做错了什么。我也不觉得曾经的我和我现在的前辈同行们要去体现他们生活的苦难做错了什么。我觉得是我们的思维方式可以往更宽广的地方去走。今天我摔倒了，我躺在这儿，你让我狼狈的躺一会儿，我歇好了我就站起来了嘛。但是如果我躺在这儿，我向你伸出了手，你能不能别让我那么狼狈的躺一会儿？你能不能搭把手，就让我现在立刻站起来呢？我觉得文明向前走的路上，我们不仅要愿意去帮助一些人度过他们的困难，我们更愿意帮助一些人体面的度过他们的困难。从前我们说救苦救难、雪中送炭，这都是特别棒的品质。但我希望锦上添花、成人之美也变成特别棒的品质。我们当然希望这个世界上没有走投无路的人了，但我也愿意成为走头还有路的那个人多出来的那一条路。谢谢大家。他说的真好，特别是最后那个。而且这个我们其实对走投无路和有路啊，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判断，但是你对当时来讲，他的路跟我们的路其实不一样。对你来讲可能不是个坎儿，对他来讲可能是一座山。对对。所以你不能用走投有路和无路这件事情来判断。所以你在去施予爱心的时候，你只要在判断对方是不是有路或者无路的时候，都是蠢。你不判断的时候，不管你做什么选择，都不是蠢。我是这个观点。黄老师，下次要帮这边了啊！哎，我一会儿咱这儿。来，好，来，如今宝贝儿来。哎呀呀呀呀呀呀呀！这该咋办呢？刚才太伤感了，我们让大家缓一缓。好的。题目今天让我们说蠢，所以我们就得说蠢。来，我们看看啊，不管是凯瑞也好，董静也好，他们都在告诉我们一样什么东西呢？就是走投有路还是无路是很难判断的，而且我们也没有办法准确的判断。包括捐钱的时候，你到底是蠢还是不蠢，你也很难判断的。但是如果我们要计算到底他是蠢还是不蠢的时候，有一个计算的方法，很简单。其实不管是走投有路也好，走投无路也好，它是一个程度的差别，肯定会有不一样的程度。马老师有10套房，他走投非常有路；黄磊老师有5套房，那他没有这么多路。程度的差别，走投有路。但另外一种东西也是有程度的差别，叫聪明跟蠢，也有程度的差别。非常聪明，相当聪明，没那么聪明。热气好的，逼我坐这儿干啥？还是没那么聪明，蠢。蠢我们一般不喜欢用在别人身上，但我们总会骂自己，哎，真蠢，对吧？我们今天问的就是我是不是蠢嘛？所以聪明跟蠢也是有程度的差别。那这时候我们再来看，我们捐款的时候，我们这笔消费是不是精明的？我们常说要看自己精明还是不精明，看有没有花在2个字：
刀口上。我们去购物的时候，如果我们说，哎呀，我们花钱花在刀口上，就是这个东西我既需要，我又做得很好，那我就把消费花在刀口上。我们说这个人很聪明。如果我买了一个很好的东西不需要，我们就说，哎呀，蠢。所以花钱花在刀口上，就可以证明我们消费精明。那捐款捐在刀口上，也可以证明我们这个捐款是一笔精明的捐款。那怎么判断呢？就用我刚才那个方法咯，越走投有路的人就越不需要钱，那他们越聪明了，啊，就这么简单。所以我们说走投有路。你看，我们捐钱给黄老师，你有钱吗？一般般啊，一般般。我们捐钱给黄老师，好，他一般般，还 OK。我们说，哎，你没那么蠢，还 OK。我们捐钱给马东老师，很有钱，其实就有点蠢了。这时候你还敢说我想捐钱给马云老师，那你是真的是犯蠢了。所以程度的差别跟走投有路无路是绝对可以判断出你这个捐款是蠢还是不蠢的。哎，对，都跑。计算上是计算得出来了，这时候你就告诉我，就像黄老师说的，你去想这些走投有路还是没路，你在想这些东西判断的时候没有必要，而且你也不知道。那要怎么办呢？不捐钱了吗？如果你计较这些不捐钱不好啊，不对。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善事是一门专业，专业的东西我们要交给专业的机构。说得好。这些机构他们会用自己专业的方法，用他们的审核方式判断哪一个人是走投有路还是走投无路。所以我们说捐钱捐给走投有路的人是没有那么蠢啊，是蠢的。真蠢！今天，你看最后一个问题了，一个好心，这为什么我们纠结这个蠢还是不蠢呢？其实最简单的东西是我们常常纠结好人，我们忍不忍心说他蠢？是的，所以我们才想，就像你们说的，他已经做了好事嘛，别再说他蠢还是不蠢了。对，好人，我们不忍心说他蠢，但是他会不会做蠢事呢？会，就像今天的我一样。会犯蠢的，但平时的我绝顶聪明。最重要的是，当我们做了蠢事的时候，不要为自己包装，我们就要认，我今天的表现就是蠢。不要告诉我今天是我的一个行为艺术的表现，不要说我今天只是因为我刻意的。如果我们做了蠢事，我们还刻意包装，说不对，那我们就真的是蠢了。谢谢。害怕，说的很好，很好，他说的对，应该讲呢，你吃什么呢？好厉害！说的对，就如果呀，你给走投还有路的人捐了钱，首先先不说你是不是蠢，但你肯定是干了个蠢事儿，你不一定蠢，但是那哥们拿着钱特高兴回家，啊，说把房子给这个尾款给付了，你确实是做了一蠢事，所以它是俩事儿。这边就是意思，你比较起来还是有相对的有路还是没路，是吧？我明白他的意思，我支持哪方向？我支持，对，支持这边吧。现在我等一下把你争取回来。那你待会儿得跳回来。我一会儿回来。我争取啊！轮流说服。来，吴建彪能不能说服黄老师和我们现场的观众？来，交给3遍。哇，加油！来。我特别喜欢刚才建岳讲的一句话，让我们回到我们的生活中来看看这一道辩题。我觉得如你刚才讲的特别不现实，那不是我们生活中面对我们考虑捐款时候会面对的事情。你生活中会不会出现一个场景，在决定捐钱之前，同时间你面前是一列人，在你面前求取你帮忙，然后你再逐个去比较说，来，谁有路谁没路，来，把你们的资料全部收上来，那我对比完，我们没有碰上这样的情形。有啊，你去很多落后地区，你都会碰到有一群小朋友全部都围在你身边啊。这是落后地区，等下我会碰到落后地区。我们先回来一个。你刚问我有没有，我就说有啊。我错了。好，有，但是极少数。不会啊，很多地方。安永哥，我今天好惨。OK， 来。我觉得我们更常会想要捐钱的情况应该是这样子的吧，就是你今天在路上走着，然后你碰上一个好像很惨的老太太，她向你乞讨，这个时候我们在想，
要不要把钱掏出来？然后紧接着我们出现今天这一道辩题这个问题，他是不是走投有路？如果他有可能走投有路，这时候我捐给他，我是不是蠢？通常是这一种情况，好，所以问题就来到这里了。如果他真的是走投有路的话，我干的是不是蠢事儿？我的答案是，那不是蠢事儿。你想想看，我们决定把钱捐出来给人的时候，到底是为什么？心中那个动因是为什么？是真的，我们经过很理性的分析，如康永哥可能想讲的，我们要怎么通过一眼辨识法，找出这个人是真的需要困难，他绝对不是骗我的，是这样子的吗？不是。真正让你决定把钱投下那一刻，是你会开始考虑到，我如果强忍着，我就放开，我走过去，我不管他。接下来几分钟，我心中回想起这个人的时候，我心里好像有一点难过，好像有一点不舒服。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我要把钱掏出来给他了。这是我们捐款最常见的原因。这个原因叫做不忍之心，是因为恻隐，是因为我们很难以忍受看到身边的人有痛苦，不是因为他其实还有别的路可以走，而是因为我们真的觉得难受。这是人性，这是人性。所以我特别抗拒，就是我们在决定帮助别人的时候，我要巴拉巴拉巴拉这算盘。因为你知道人脑很妙，我们在真正动用我们的人性感情的时候，我们的理性机制是不动的。但是如果真的在巴拉巴拉巴拉这算盘的时候，我们人性感情那一面会开始关闭的，感性理性很多时候是对立的。所以我特别不喜欢有人在讲说，你要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你要去判断，你要去计算，你要看看我这个投放到底是不是值得的。因为我最怕的事情，老实说，真的不是因为这个人有被我救助或者没有被我救助，他的后果怎么样。我最怕的事情，我的人性会变成怎么样哦？这才是最可怕的，你知道吗？什么情况下我们会说一个人蠢？我们不会轻易说任何一个人的判断是蠢的，对不对？你想做，例如说甜甜想做一个演员，我会不会说他蠢？绝对不蠢，人各有志，对不对？什么情况下我会说甜甜蠢？甜甜想做演员，竟然向我讨教演技，我真觉得你蠢。有道理。你看这边的差别是什么？判断蠢不蠢，其实是看你的手段和你的目标是不是违反的。他是对一个人手段挑剔的聪明度来判断的，他必须有一个目的，有一个绩效。当我们今天判断这一道辩题说他蠢不蠢的时候，你告诉我，捐款的行为竟然还要能够用蠢不蠢来判断，它是什么意思？它在意含着一个前提，我们帮人是要看值不值得的。你不觉得这个很可怕吗？当帮人这一件事情、捐款这一件事情和功利紧密挂钩的话，你会看到会变成怎么一个后果？你们有没有看到网上的一些帖子在骂你这个家伙为什么帮助流浪狗、流浪猫？你不知道我们中国还有很多山区孩童需要扶持吗？你帮助山区孩童，这时候他们会跳出来骂：为什么你要帮助山区孩童？你不知道还有艾滋病童需要你帮助吗？如果我们真的把所有的捐款行为用功利来判断的话，我们这时候接下来我们想帮人这一件事情，我们必须罗列一个斗产排行榜。那我们大家应该怎么做？大家必须按照这个榜来投，而且必须按照它的序列来投。这很可怕。本来就应该这样啊！本来就应该这样啊！我觉得这很可怕。不会啊，因为我这样很有效率啊！是的，康永哥，求你了，康永哥。
刚才被这样子干扰，你们会同情吗？会。有的会，有的不会。好，你的同情是看我是不是还能够垂死挣扎，来决定给我的吗？有道理。好，说得好，说得好。圈钱就是同情的私欲，帮人从来只是人性的释放。到底我的资金投放值得不值得？这是社会资源发放的问题，这是政府的责任。慈善不讲功利，它从来就只是我们人性的释放。说得好。我觉得康永哥应该是觉得建彪是个很厉害的对手，所以才会一直放冷箭。康永哥就是放冷箭，怎么了？好啊，正在说冷箭好的事儿。我知道我为什么那么爱答他的问题，因为他很喜欢问问题，知道吗？他说有没有，我就有啊。我承认这是我的惯性。康永受不了设问句，天性如此。康哥是提问者，人家是设问，设问句。对，你受不了设问，不需要我回答他。哎，人说是不是的，人后边要说是还是不是，结果呢人说我是不是应该呢？这后面人准备好了说，当然不应该，这样说的，我是不是应该呢？那边说应该。这个在相声里刨活的，叫刨活。而且他后来不高兴了嘛，他就问大家说：“我现在是不是走投无路？”那我就要说是，可是我就不能回答。结果很多人就回答说：“那别人就可以回答，我就不能回答。”好，那接下来我们正方三辩来，请。OK， 不忍心，所以没多想，这是从凯瑞一直到建彪一直在强调的，我完全同意啊。因为对一件事情不忍心是善良的本源，而且是绝对正确的。可是没多想这件事情，不就是蠢的一种特色吗？所以我们大家要就事论事嘛。你知道我们今天双方在卡在什么地方？你是个好人，你做了一件好事，是在道德上完全应该推崇，在行为上完全应该当成榜样。这件事情应该给予正面的评价，而我们只是在讨论，在手段上它可不可以更精明一点呢？有没有改进的空间呢？这个手段是我们能够想出最好的判断吗？我们只讨论这个吧。而且老实说，这种疑问，你们自己午夜梦回也会想的啦。脑袋一热，救了人，对不对？脑袋一热，捐了钱，脑袋一热，干了什么事情之后，午夜梦回也会想，可不可以下次我做的时候多看一看这些事情，下一次我有没有更好的做法？不是这样子嘛？你一定会这样想的，为什么？因为你毕竟是个好人嘛，对不对？来给各位一个小小的观念，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越善良的人越需要聪明，这句话反过来讲也成立。越聪明的人他才有能力越善良。甚至当你善良到跟菩萨一样的时候，你会巴不得自己有千手千眼。千手不用解释，为什么要千眼？两种理由，一个是我能看尽世间的苦难，不要遗漏；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我希望看清这件事情的方方面面，不要被蒙蔽。而观世音只需要一颗心。所以并不是如对方所想的，我心脏要不噔不噔的跳，为每一个人跳。观世音要1000双眼睛，他需要1000双眼睛。为什么？因为好人做好事的时候有一个特色，他特别心安理得，
这件事情很好，是个奖赏，可是也是某种危险。我很喜欢一个小说啊，叫《射雕英雄传》，一定都看过。《射雕英雄传》里有一个段落印象很深，它里头有个大反派叫裘千仞，啊，铁挡水上漂裘千仞，他被正派围攻啊，最后命悬一线，一大堆正义之士的时候，他就说了：“你们要杀我，你们想清楚。”你们谁这辈子没有做过错误的判断，没有做过错的事情，没有杀错过人？你这种人，你来杀我好了。他一讲，哇，旁边郭靖也好，一灯大师也好，不讲话，退到一边。小说上的原文是各自反思这辈子误会别人的地方、冤枉别人的地方、判断错误的地方，悔恨不迭。只有洪七公跳出来，那。去掉，就是洪七公跳出来。这不是一个故意的梗，不要这样。洪七公神威凛凛嘛，对不对？然后裘千仞就讲了：“你要杀我，你大英雄大豪杰，你这辈子没干过错事。”洪七公说：“对，我洪七公一辈子杀过231个人，个个大奸大恶，死有余辜。”而裘千仞，你今天就是232个。金庸在写这一段的时候，他想要表达的是洪七公的神威凛凛。可是香港有一个作家叫倪匡，他在一个评论里头的时候，他在写书评的时候，他说他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啊，感觉很不舒服，因为他说他是展现出了一个善良人物对他自我判断的绝对自信。而你要知道，《射雕英雄传》里，由于裘千仞还真的是个反派，啊，而洪七公呢，他是主角师傅，半个主角光环护体，所以他这个故事呢，还算是个正面的。可是你知道，一旦失去了光环的洪七公是谁吗？金庸也写过，他叫灭绝师太。啊，哎，魔教当头，圣火熊熊，背这个削铁如泥的倚天宝剑，指着说：“小妖女，你该死！”这个人跟洪七公说：“裘千仞，你就是232个。”这有什么差别？这有什么差别？所以，越善良，就需要越聪明。我们对好人比较苛，对不起，真的很抱歉，我们对好人比较苛。好人的智商检查，大家都是用放大镜，用高标准；坏人都没那么苛。好人要忠要孝，你还不能愚忠愚孝，愚忠愚孝有时候还糟过不忠不孝。我们对好人都是高标准，好人真的很难当，可是没办法，因为这些人当的都心安理得的，这些人当的都心安理得的，所以好人必须要不断的质疑，我有没有判断错误？我会不会出错？不能只凭我那一颗心，我也不像观音，我没有1000双眼睛，我怎么办？我有没有错？他要不断反思，这不需要别人来要求他，他自己就会应该要要求他自己。因为灭绝师太不单是每个坏人的噩梦，也是每个好人的噩梦，你知道吗？他怕变成这个样子，我觉得这才是正确的态度。当我捐一笔钱，当我做一件好事，当我心头一软，决定帮你一个忙的时候，当然不是倒红糖水这种事情，这个题目不应该讨论那种程度了。可是如果你家，因为毕竟红糖水，你家不是只有1杯红糖吧，对不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他们本来就应该要取法乎上，自我替力，这是好人最伟大的素质。如果头一热，我坦白跟各位讲，犯的冲动也是头一热。做善事也是头一热，它本身有什么高低之别呢？都是头一热啊！你最大的了不起是，坏人不用1000双眼睛，他只要看着他的目的地，而好人要，你们讲的所有难处，不是因才逃避的理由。凯瑞说的没有错，他买了一个 Nike 鞋，我怎么知道他买的是真的假的？我怎么知道是谁买给他的？我怎么知道这是不是代表他没有钱？我怎么知道？所以你要去知道啊！不然你当什么好人？你以为头一热就能当好人？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正确的沟通方式是这样：如今，孩子啊，听说你今天把你的午餐钱省下来，捐给了村口的王二麻子，是不是？是啊。你是个好孩子，愿意付出，
你今天做了一件好事。不过王二麻子他这个人呢，我们回家商量一下。你今天这件事情有点犯傻。不过呢，你要知道，你会变得越来越聪明，然后你就会变得越来越善良。来，我们回去打电动。耍帅上瘾，耍帅，不耍帅会死。植中是一直走这个风格吗？还是到没有？就这上一季很少，这一季爆发。好，那我们开始，哎，菲菲大王，自由辩论的时间，来，菲菲大王。我补充一下，我觉得我们这边开头开小了。我觉得赞助一直在说赞助给穷人，但是这个世界赞助给穷人的钱可能只占一半。另外，赞助给谁了呢？赞助给梦想。我有一个朋友，他一直想拍一个纪录片，他需要10万块钱，但是他没有。我们当时在微博发起了一个100人1000元电影计划，就是有100个人，每个人给他捐了1000块钱，让他拍这个纪录片。汪峰当年能做乐队，他从音乐学院毕业，他想玩摇滚乐，是他一个朋友，也是他的同学，当年下海拿出了20万块钱给他买了那套设备，成就了后来的汪峰。这些人并没有走投无路，所以在文明社会，很多时候有钱人把自己钱匀出来给别人，赞助给艺术家、科学家或者是运动员，并不是为了他贫穷，而是因为他有梦想。我觉得刚才我们没讲到这一半人，新的角度，不公平。来，薇薇。你们这些搞梦想的骗子！你们那叫众筹，知道吗？你们知道众筹为梦想众筹跟捐款有什么区别吗？就是众筹，我要看到你的作品，而且我有权评价你的作品。你一路上我给你所有的投资，拜托你给我个产出 ，OK？ 而捐款不一样，捐款是我给了钱你愿意拿来干什么是你的事儿，只要你过得好我就开心了。结果你众筹一波钱，不去拍电影了，说其实我有了这些钱之后，发现不拍电影我的日子过得也挺好的，这不就上当受骗了？这还不是蠢吗？但是他刚才说这个就跟聊了半天，其实我一直是站在这方的立场，我一直，但是这边确实说得好，确实说得好，但是我一定要说说我的感受。我们在全联去给我们做过主持，我们有一个乌镇戏剧节，我们这乌镇戏剧节呢有一堆青年人来这个表演，它是竞赛式的，大奖我们给3万美金，小奖我们给1万美金，我们这跟众筹都不一样，我们这奖金你知道。然后人就说：“那您这奖金讲完之后有没有孵化呢？”我说：“没孵化。”他说：“那拿那钱干嘛呢？”孟京辉说句话说特好，说：“您拿那钱呀，排戏特别好；您拿这钱泡一妞我也不管；你拿这钱去参加另外一戏剧节去旅行，去收获点知识我也不管，那是你的事儿。但我发这心，我希望你能感受到。比如说你做一生意嘛，就是你得算算叫投入产出。”那个目标很清楚，你是要有回应的。但是，善意这些事情，你不能思考回应。你思考回应，你就不是善，你的出发点就错了。没错，您说的没错，该有谦言。但是有一句话，我认为是对的：聪明不一定代表就是善良，善良也未必就要聪明。阿甘就善良，他不聪明。也有很多人狡诈至极，但是他没有一丝善意。我认为这是俩事儿。不需要把聪明和善良混在一块儿。这个陈明老师，因为刚才这边算黄老师这边发的，那这边来看有什么反驳？好，那我正好也针对黄老师刚才这个观点稍微做一点解释。刚才黄老师说这个就是善是怎么来的？善源于走投无路，人类最初的善源于走投无路，这是一个进化学的小观点。因为为什么那么多物种偏偏就是人类滋生出了善这种情感？人类最初的善其实是源于进化的时候，东非大裂谷的草原的母猿由于直立行走，导致了产道变小，使得婴儿出生时期提前。一个婴儿正常情况下在腹中应该是怀孕18到20个月。你比如说小马生下来就能跑，小牛生下来就能吃东西，小老虎生下来咯嘣咯嘣板板2下就能跑起来。人生下来能走的，我觉得有点恐怖。所以正是因为直立行走导致产道变小，使得婴儿如果发育到20个月才能生出来，颅骨通过不了产道，促使人类生产时间提前，变成了10个月的怀孕期。对，所以婴儿刚刚离开身体的最初10到12个月没有任何生存技能，是最走投无路的原始状态。而这个时候，如果
没有任何人来保护他，他就完了。只有一个人必须得保护他，就是妈妈，是因为那个时候不知道爸爸是谁。而进化的过程当中，如果后代全都挂了，这个 DNA 就消失了。所以那些开始照顾自己孩子的母猿的基因得以遗传，这个叫母爱。母爱是进化出来的。然后人类有了母爱之后，开始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把最初的这份善意加以延伸和推演，滋生出了纷繁复杂的诸多善良。人生这么多的善，但是根源源于母爱，而母爱源于进化，而进化源于最初那份走投无路的被逼。所以刚才有提到说善与走投无路没有关系，其实并不是。善这件事情，我们刨根来讲，就是一个社会功利的功利化考量。所有的善意归根到底都是为了让整体社会福祉最大化。所以刚才其实康文老师说的是对的，如果真的有那么一排表，这会是我们人类慈善史上的重大一步进化，它会使得我们所有的善意，所有的好钢都用在刀刃上，整体社会福祉不断地向上提升。这可能是未来慈善进化的方向，而不是我们值得用过去传统道德加以指摘的一种进化的过程。谢谢。咱们统一和了。合了，不能合，肯定不能合。导师还没结辩，但导师结辩之前，我想问一下马老师跟罗老师有要补充的吗？刚才志忠讲的那个问题，我们应该尽可能搞清楚。可是人类社会，尤其是现代社会，有一个基本人类困境，就是你在做任何决策的时候是不可能穷尽信息的，这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常识。你买一个房子，你就一定要把北京市的所有房子都看遍吗？比较它所有价，不可能，我们不可能做穷尽信息的选择。但是我觉得这是正理，就是我对世界的信息不可能穷尽的时候，那好，我做一好人行吗？我不管了，这可能这个优先层级更高。我是蠢，那重要吗？我捐了，我是一好人呢，我做了更好的自己。这比我信息判断对不对重要太多了。对，王阳明先生最后临死的时候，他的弟子问他：“你这一辈子各种各样乱七八糟，有人说你好，有人说你坏，留几句话吧。”老爷子就说了8个字：“此心光明，夫妇合言。”马老师简短。好，简短。我只敢跟你要求这个。其实这事儿是蠢不蠢，这就是题目的技巧。它留下了蠢人还是蠢事儿2个空间，都叫蠢。但我不能同意罗振宇老师的几个观点。第一，他说这个世界没有信息能够穷尽，不用今天社会，任何社会的信息都没有穷尽。但是人的方向是，我要不要尽可能的穷尽自己？你说我不管了，这是做更好的自己，我不能接受。我尽可能的打开我的耳朵和眼睛，这是做更好的自己。关键是厉害，关键是我做更好的自己，我们是不是得到了一个更好的世界？你用了王阳明的夫妇合言，就把整个的话题截止在这儿。因为夫妇合言，你还有什么可说的？你也别聊了，我也别聊了，我都死了，聊什么？叫夫妇合言。世界不是这样。就我们今天奇葩说拿出一个，其实是背景于新闻的一个话题来跟大家讨论的目的是什么？不是留下一句夫妇合言，而是为了留下一些思考。和一个前进的空间，提升的方向。那什么能够给我们前进的空间？就是我们努力去做一个不那么蠢的事儿。这个时候，是不是蠢人反而不重要？我说完了。好，我们先请康永哥结辩。你要站起来！哇！你要站起来！何其隆重！钱就是钱，钱不会因为扯上了神圣的原因，就变得不是钱。中世纪的时候，神圣罗马帝国发行了一个非常荒谬的东西，是罗马的教廷为了要募款，
发行了赎罪券。当时为了推销赎罪券给他们所能够势力范围触及的各地的信徒，做到什么程度呢？他们有广告词，负责推销赎罪券的人会跑出一句话来说：只要你投了1枚铜板，我们就会听到叮的一声，地狱里面又有一个灵魂获得了救赎。这个行为扯上了神圣的意义，可是这个行为惹恼了所有的信徒，所以后来产生了宗教改革。钱就是钱，钱扯上了神圣的原因，可是他做的是蠢事的时候，他还是会被说成是蠢的。我跟大家讲一下愚这件事情，比愚更糟糕的是什么字呢？叫做愚昧。就是在愚之外，后面还加了一个昧，就是我不但笨，而且我对我的笨还不知道。所以愚昧的人，你骂人家，我说你是个愚人，你还好，就是愚人节嘛，愚人。我说你黄执中愚昧，那他就真的受伤了，就是我笨，然后我不知道，要你告诉我啊。所以说人家蠢，不一定说出口。你不做善事的人，其实没有什么资格说做善事的人是蠢的。可是你心里面会想说，没有更好的方法吗？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所以如果对方要不承认说没有更好的方法了，这样最好夫复何言？那你只好说，你不能够连愚之外还要连愚昧都加进去，就是不准别人知道你这件事情是笨的啊。所以这是我对于这个的说明。我其实很不喜欢我们动不动就把功利跟坏扯在一起。功利并不坏，功利是效率。我要举的这个例子很简单，世界首富比尔盖茨。比尔盖茨是全世界最有钱的人，没有人捐款能够捐得过他。他至今所捐的款项已经超过他的总资产的1半以上。比尔盖茨有钱到什么程度？比尔盖茨有钱到人家说，他路过地上，如果口袋里掉出1万美金，他不能弯腰去捡，因为他弯腰去捡的时间，他已经又赚了1万美金进来了。所以只要不到1万美金，都不值得他弯腰去捡。这当然是开玩笑的话，可是这表示这个人是最有资格衡量钱与效率何者重要的事情。比尔盖茨成立了一个慈善基金会，他想要解决世界上很多的问题。他有觉得我拿出钱来，事情就结束了吗？没有。比尔盖茨基金会每一年审核他所捐款的对象是否达成结果，如果没有达成目标，中断资助。所以这就是刚才建标所说的功利，或者我方所说的效率。他也没有办法穷尽全世界的资讯，可是他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做到。号称1分钟只要不掉了1万美金就不值得弯腰捡的比尔盖茨，每一年跟他的太太要花好几个月去做学习之旅，去亲眼看到非洲这些他资助的对象是不是有他们不懂的资助的方法。他不但给钱，而且要用对的方法去用这些钱。这就是刚才黄志忠所说的，你要把自己练出千手千眼来。所以我讲的2件事情是：第一个，钱不会因为沾染到神圣的事情，它就不是钱，它依然是有限的。它应该要像建标刚刚所说的，我们在能力范围之内排出一个列表，然后如果今天马建岳真的要把他的命拿出来捐的话，他起码知道我这10块钱在这个列表里面，我最想要捐给谁。这个是穷尽了资讯之后，我们能够为捐钱的人所做的事情。然后如果我们列了表，你还是坚持说我不要看，我心光明，夫复何言，然后就乱捐给一个并不那么值得捐的对象的时候，那你总不能够禁止别的人在心里面偷讲一句说你这个钱捐的有点蠢吧。然后我最后讲一件事情，就是我对这个题目啊有一个超越的哲学性的感觉哈，就是这个几乎不能够帮助我方有任何的胜负，可是我很想讲这件事情，就是我们人类曾几何时可怜到只会用钱来衡量事情了。好，就是我们一碰到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得到的第一个呼吁就是大家捐款吧。好像觉得钱是全世界最棒的东西。我们没有说我们大家用别的方法，我们第一个呼吁就是第一个捐款，第二个检查每一个捐款的人捐的金额符不符合我们的期望。
我们只剩下这件事情可以做了。我们怎么会被钱操控到这么可怜的地步？就钱不应该是我们衡量人生的一个方法。我根本不觉得我们有能力评断对方走投有路或无路。可是如果每件事情我们都第一反应就是捐款，那我觉得这个是有点蠢的，因为我们不能够最后通通都用钱来衡量我们的力量。我们其实有很多别的事情，就像刚才我很喜欢那句话，来自董静，就是它可以是别人走投无路之后的新的一条路，而那条路未必是捐款。所以如果相信走投无路的人只会多出一条路，而那条路只会是钱的话，我认为这个想法是蠢的。谢谢。其实，在康永哥决定站起来之前，我已经决定这一场我一定要站起来，因为我有事要拜托大家。我来到奇葩说的时候，当时马东有一个原因特别打动我，他说：“如果你来的话，可以给不断的提供多元观点的奇葩说，也许提供一些多元的事实。”这个部分，我想我有新的事实提供给大家，因为我自己发起过2个慈善基金会。我深度参与了另外2个慈善基金会，分别是免费午餐和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所以我参与过大量的慈善捐款，要捐给谁，这样非常纠结的选择。我完全同意几位说的，慈善是要聪明的，慈善是要尽量的去穷尽信息的，慈善是要有效率的。而你说的，如今说走投无路是否是可以衡量的，是在程度上是可以区分的。但是我要提供给大家的新的事实是，可能我们穷尽了信息之后，当我们用了尽量聪明的办法、专业的办法去考量之后，我们把钱投给了那个相比较而言更加走投有路的人。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第一个例子，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你们知道瓷娃娃是一种罕见病，成骨不全症，他从小开始会反复的骨折，可能平时孩子跳一下他就骨折了，所以他很难去到学校，他长大了很难结婚，更难去走向一个工作岗位。你知道，对于老板来说，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担忧，说如果这个员工到我们公司上了2天班，有人轻轻碰了他一下，骨折了，这事儿怎么算呢？所以对于罕见病患者，特别是瓷娃娃患者来说，就业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好，现在摆在诸位面前有2个人，一个是病患更重的瓷娃娃，他甚至都无法起床；另外一个，他因为基因的关系，他稍微好一点，他甚至上了学，他甚至有可能能去工作，但是当然，之前他是需要钱培训的。这2个人相比，谁更走投无路？起不了床的那个。但是我们把钱捐给谁呢？我们专门有一个捐款的项目，叫做赋能中心。我们把这些还上过一阵儿学，现在骨折的次数减少的瓷娃娃聚集起来，我们培训他们去工作，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就走上了工作岗位。我们把这笔钱捐给了相对不走投无路的这些瓷娃娃，我们做蠢事了吗？我们是蠢人吗？我觉得我们不蠢。第二件事情的选择，可能相比较第一件更加难以判断，更加让我们痛苦。比如说，我参与的爱的分贝，我们这个慈善组织做什么呢？我们去给聋儿去植入人工耳蜗。你知道中国每年会诞生3万聋儿，这些新生儿如果是聋儿的话，在7岁之前不植入人工耳蜗的话，他就听不见，听不见就意味着他不能说话。好，我现在有2个家庭，第一个赤贫，他不仅交不起大概20万块钱的耳蜗植入的费用，他甚至自己家都揭不开锅，父母完全没有受过任何的教育。第2个家庭，这个家庭大概1个月收入4000块钱，
在当地的小镇里面，还算是一般之家了。但是当然，他也绝对付不起他们家孩子20万块钱的耳蜗植入的费用。他们的父母读过高中。我们去做这样的捐款的时候，每一个家庭，我们都有志愿者亲自上门去做过调查，不仅调查他们家，而且要去调查他们的邻居、单位，把所有的信息放到一起之后，这2个家庭，我捐给谁？这是一个极其痛苦的选择。你们帮我想一想，那个赤贫之家完全没有能力去照顾这个孩子。如果我不救这个孩子，那么意味着这孩子长大了又是这样一个家庭的巨大的负担。你们知道，如果不会说话，他也听不见，他长大了还是工作不了，他不能改变这个家庭的命运。但是对我来说，我是一个慈善机构，我要选择的是把我每一分钱从你们兜里捐出来的钱，每一分钱都用到最大的效能，我要讲求效率的。我们开会讨论之后，会把这笔钱去捐给那个有4000块钱的家庭。为什么呢？是因为对于龙儿来说，你植入了人工耳蜗之后，后面你能不能讲话，很大程度依赖于你父母能不能教你。所以你的父母受过教育，你的父母能维持一个正常的家庭，会使得这20万块钱的植入变得有价值。我们选择的时候痛苦吗？当然痛苦。所以我们有一个规定，我们这个规定就是，我们前去做调查的人只能给信息，不能最后投票。我们投票的人不去那个家里，因为那一刻我们也是普通人，我们也会有纠结的心，但是我们要选择的有可能是那个不那么走投无路的人。这就是我今天想告诉大家的。慈善发展到了今天，其实它有更聪明的做法，有更专业的做法，有需要穷尽去练一个 list 的方法。但是这个 list 列的标准一定不是走投无路这样一个标准。我很喜欢执中说的，说观音只有1颗心，但是它有1000眼。这正是我今天想拜托大家的。其实不可能每个人练出1000眼，即便你练出了1000眼，你也没有牵手去把每一个案例去做详尽的调查。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把更需要聪明的判断、更需要人手的调查，我们交给专业的机构。我知道有很多机构伤了大家的心，以至于大家会退回来说，还是相信我自己好了。但是今天慈善已经走到了现代的今天，我觉得你们应该去找到这样一些有1000眼牵手的这些机构，把钱交给他们，帮助大家来完成善心。好。现在，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很多的观点和事实，现在不需要大家有1000眼牵手，1只手来投票。觉得蠢按红色按键，觉得不蠢按蓝色按键。各位请选择。3、2、1，停。王老，你刚说什么？我说大家在投票。我说呢，其实呢，它是个辩论比赛。我说我特别希望辩论是这边赢了，因为说得很好，确实要有效率，要有系统，要有更好的机构来完成。再一个就是关于走投有路和无路，其实我们真的无法判断，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感受不一样，可能在那一方他就是无路，他真的是无路。但你说你为什么你不行？你有病啊！你活该！你明明有腿有脚，你为什么不能走？这个是没办法判断的，所以应该说我们出发点一定是站在这个角度出发，但完成是在这边去完成。所以我认为这边辩论是赢了的，但是命题来讲，我希望所有的票都投到这边来。好。我其实非常愿意在我自己的朋友圈去分享，比如说谁家的小朋友走丢了，而且我很幸运的是，我分享的每一个小朋友后来都找到了，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就让我有更多的动力。但是有一次我分享的一个
说什么阳光家园什么有个小朋友丢了之后，我有个朋友提醒我说这是一个诈骗的事情，然后呢我就把那个号码记下来之后，用百度一搜，就发现它是一个诈骗信息。我不知道他发这种诈骗是为什么，但我记住那个号码，我只要看到这个，我马上给我这个朋友发信息、发微信说这是个骗子，然后附上那个百度的截图，然后说你赶快把它删掉，不要再被他欺骗了。我就每次都在做这件事情。我就想说，如果有那么一个机构可以提醒我们呢，哪一些可能就是我们不需要去浪费我们的爱心的时候，可能也许会有点帮助。好，我们来揭晓今天的结果。来，各位请看，最后结果。2票而已。恭喜正方获得了纯真酸牛奶提供的10万元的纯真奖学金，祝贺。好，请坐。我跟大家分享一个信息，当年汶川地震完了以后，大家都踊跃捐款，那时候群情汹涌，大家都能理解。王石先生做出了一个决定，说万科的员工不要捐超过200块钱，还是10块，不要超过10块。然后万科不捐超过200万，还是多少？然后当时网上一片评论，就说你那么有钱，你们万科效益那么好，你居然要求你的员工不要捐超过10块钱，你什么意思？当然，网上有各种各样的骂法，骂得很花哨。骂的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特别有文采的诗人，他写了一句诗，他说，因为当时王石喜欢爬山，爬全世界各种高峰，他写的是说，王石，你即便跨越千山，也迈不过汶川那一座座坟茔，极有文采。但是反过来想想，我们的文采如果放在去评价别人的善行，你都不用去评价别人的善意，你的文采放在用负面评价别人的善行的时候，这个文采有意义吗？所以其实我们不是在讨论这个话题，我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就是我很佩服这位的文采，但是中国有这样文采的人，应该想点别的事情，如此而已。接下来要走投无路的是我们的正方，他们3位要讨论今天对面的3位谁略逊一筹，而我们的反方3位要讨论今天谁最优秀。我们应该很简单吧？对啊，决定清楚了啊，你们清楚了哈。好，谢谢。接下来我们请我们今天的反方告诉我们，你们觉得对方最优秀的是哪一位？我们要造就4星上将。好，池中老师，虽然这个举动不太符合你的个性，但因为我不能只针对潇潇，对不对？他们可不可以派出最符合个性，比方说马建岳去做这件事情？康永哥，你不该这样呢。我觉得还是直中吧，其实这也是一种对对手的尊重，好不好？还有我的盖儿。龙王有旨，开盖儿有奖，开盖儿有奖，开盖儿有奖。我说的是美年达开盖儿有奖，现在立刻开盖儿，瓜分1元游戏礼包，真的有奖不看。哇，我也有哎！再一次感谢黄磊老师来到我们奇葩说
他来了之后，我们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对，你是不是有这种感觉？明儿咱俩还见。哎，不是，我说你对这几，他是相见很高兴，哎，时间有点晚，恨晚。所以我们再一次，那就很晚。再一次邀请黄老师有时间再回到我们奇葩说，好不好？好，同时也请大家记得支持4月28号上映的。我还没念完广告呢，坐下。4月28号上映的黄磊老师执导的这个《麻烦家族》，哇哦，这都卖得出去的咸鱼，谢谢。哇哦，玩得不够大，别喝美年达的美年达果味汽水，谢谢。吃嗨了，喝嗨了，不如看嗨了的爱奇艺 APP， 谢谢。感谢掏出来搞事情的小米黑科技手机，独家冠名我们的奇葩说，下期见。拜拜，拜拜。前面辩手，我觉得非常的完美，有很多非常漂亮的观点。但是重点是，我想因为我自己参与过很多的捐款，所以我看到了捐款这个事情当中，你要去做聪明判断的时候，其实走投无路不是标准。我觉得执中表现得很好。你一定要说他某一个观点是否完全的成立，我们可以探讨了。但我觉得现场他那种说服力是非常强大的。我就是从我的角度来说，我会想，每一场都要摘掉一个人，你唯一拿回心的方式是你那一场表现比较好。可是对新奇葩而言很辛苦。凯瑞被我摘掉1颗星，他下次要拿回他那1颗星的时候，我不知道那不容易，对他而言很辛苦，因为他新奇葩，他还没熟悉这里。我就说，那我去摘老奇葩的。我没有办法做出一个不被骂的判断，我只能做出一个，我至少对我自己交代的过去的，就是给新人一点机会，这是我最后做判断的理由。